许家印被抓3个月后，美国开始催债了。恒大的债务究竟会要谁偿还？许家印作为一个商业大亨，却让自己的集团负债几万亿，实在是令人唏嘘。国内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，国外那边又开始催债了。根据美国方面《纽约时报》的消息声称，恒大集团在美国各个公司的负债加起来总负债规模超出1000亿美元，而且这些负债都会在今年的年底到期。1000亿美元转化为人民币都7000多亿人民币了，恒大去哪儿弄那么多钱还债呢？况且国内现在还有5000多亿等着清偿呢。美国时报说了，不能按时清偿的结局，那就需要中国的银行对此负责，因为这些债务是由中国银行联名担保的，而根据美国融资法律，恒大还不起可以不还，但债务将由担保人按比例承担。那么许家印究竟是如何欠下美国的这些巨额资产的呢？许家印在狱中还能惹事儿，国内债务还没还清，美国又突然开始催债了。许家印当初在美国贷款的时候，玩的其实是内保外贷，通俗的讲就是想要从外面借钱，就需要有国内的知名集团担保。这样做也是为了规避国外银行对境内资产的法律限制。大家都知道，普通人去银行贷款必须有资产进行抵押，而许家印是通过抵押恒大在国内的资产给国内的银行，再让国内的银行向美国银行做担保，国外银行看到有国内的权威银行担保，自然也就敢放债了。这种内保外贷的方式，不仅可以帮助中国的土豪们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也可以帮助美国的银行家们赚取更多的利润。而许家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到了大量的美元。如果恒大真的还不上钱，国外银行是可以依据担保证明，直接用恒大的抵押来抵债的。虽然表面上是金融工具的灵活运用，实际上是许家印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一场默契合作，以国有资产为代价，缔造了一场贷款盛宴。对此，许家印是怎么做的？难道真的要让中国银行来为其擦屁股吗？除了国内债务不断，美国方面也开始催收。许家印对此做了什么呢？恒大自身已经抵押各种资产了，欠国内银行的钱还没有还清呢，银行怎么可能让国外银行拍卖恒大的资产呢？同时，许家印一开始也曾对此做过努力，比如卖了盛京银行、恒腾网络的股份，恒大冰泉套现了200-300亿。除了卖公司资产之外，许家印也变卖了很多个人资产，比如卖了他在香港的豪宅、私人飞机等等，套现了几十亿。但是不管是卖公司资产还是个人资产，对于如此高额总负债的恒大来讲，无疑是杯水车薪。久而久之，许家印开始动用歪心思，通过技术离婚，让妻子拿走恒大500亿的股东分红，并且此前还为儿子设立24亿元海外信托基金。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，为了转移出去的资产得到保全，许家印还跑到美国去申请破产重组，使美国拥有处置恒大的抵押优先权。虽然话说国内银行不会眼睁睁看着把还钱的优先权给美国，但是许家印做出的卖国贼行为的确令人窒息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